想跟中国比，美国一枚高超音速导弹要价5600万美元，相当于一架战斗机。在该领域，中美的胜负已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当前中美正在进行的军事科技竞争，因为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全面领先，再加上这种导弹的不可防御性，导致美国军队在亚太的目标变得非常脆弱。为此，美国空军、海军和陆军都在推进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虽然大多进展不顺利，但是追赶中国的趋势比较明显。不过，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武器的竞争也分为3个层面。一是高超音速导弹的种类，如果能够同时拥有陆基型、海基型和空射型的，那就要比只有陆射型的要好得多。配备先进导引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能够打击移动目标，那就要比只能打击固定目标的导弹用途更广泛。二是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水平，比如俄罗斯的锆10因为使用了吸气式的发动机，可以把个头做得更小，能够装在一些小型的护卫舰上。三是高超音速导弹的数量，从俄乌冲突的情况来看，武器的使用有效性与装备规模密切相关。其实，由于现有的防空系统对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成功率很低，导弹采用的技术先进性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就算是采用双锥体弹头的5倍音速的高超音速导弹，以20倍音速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差距并不明显，因为反正对方都拦不了。在中美军事战略竞争的态势下，中国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有着非对称优势。美国现在急着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无非就是企图以中国在常规作战能力方面达成恐怖平衡。而在中国的东风17和鹰击21已经批量列装的情况下，美国仅仅研发成功高超音速导弹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规模化生产和装备能力。近日，一位美国海军的高级军官表示，美国海军寻求在5年内斥资36亿美元购买64发高超音速常规快速打击导弹，也就是美国海军版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亮点可不是美国海军有了突防能力更强的新型导弹，而是这种导弹的采购成本竟然高达5600万美元一枚。如果你要比较一下的话，一架歼十 C 半隐身战斗机的单价也不过5000多万美元，而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成本在100万到300万美元之间。俄罗斯的 KS-101 巡航导弹的单价为1300万美元，美国最先进的隐身巡航导弹的采购成本也是300万美元上下。这也就意味着一枚美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采购成本是普通隐身巡航导弹的将近20倍。如果考虑到美国高超音速导弹的维护成本，以及这种导弹只能打击固定目标，就意味着其实际用途非常有限。一旦中美这样的大国发生战争，高超音速导弹也是一种消耗品，美国海军将会很快进入被动挨揍的阶段。对美国来说，隐身巡航导弹虽然成本可以接受，但是飞行时间太长，突防能力比较差。一旦中国建立起反隐身防御体系，那么这种亚音速导弹的威胁就相对有限。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能够承担打击节点目标的任务，但是如果只有几十枚的装备量，那么就根本不足以改变战场态势。俄罗斯军队的大型导弹打了200多枚，到底起到多大作用呢？美国海军的困境也在提醒我们，高超音速导弹需要追求更高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先进的吸气式发动机的方案。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能够大批量的生产和装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东风17才是当今唯一大规模列装并且射程足够远的高超音速导弹。此外，再结合中国强大的军工制造业，可够美国人喝一壶的了。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轰6轰炸机所挂载的高超音速导弹，
海军也有鹰击21，哪一种都不可能是装备不起的型号。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中国凭借强大的军工制造业规模，就能赢得与美国竞争的胜利。就这一点而言，俄罗斯也无法跟中国比。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